今年全新的苹果 M4 Mac Mini 可以说是强到爆了，更换了全新的外观、处理器，再加上国补3500块钱左右就可以拿下，非常具有性价比，甚至是有点破圈了。而这期视频呢，主要分享我这台 M4 Mac Mini 以及相关的外设选购思路。我买的这台呢是有选配到24G 统一内存的定制版，我的需求呢比较明确，主要用来剪辑视频使用。其实16G 也能够应付我的使用场景，但是考虑到想用久一些，所以就升级了内存。关于容量大小呢，就直接选了最低的256G， 后面扩容就完了。接下来就是分享一下我的外设，首先是键鼠。这次 M4 Mac Mini 全部改用了 Type-C 的接口，其实在键鼠的选择上还是有点纠结的，因为我日常还是有玩游戏的需求。我之前在家里用的是罗技狗屁王2的鼠标和狼图 LT75 的键盘，狗屁王2没有蓝牙，而且 2.4G 接收器为 Type-A 的接口，需要转接使用。而狼图的 LT75 虽然它有蓝牙，但切换 Mac 和 Win 的操作被藏在了屏幕设置里，再加上没有 Mac 样式的键帽，我又不太喜欢这种错乱的感觉。最终我还是重新选购了一套可创 K3 Max 键盘和可创 M6 鼠标作为我的主力方案。可创的 K3 Max 算得上是一款非常经典的无线键盘了，在海外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，甚至苹果官网在这次 Mac Mini 的宣传图上也用到了它。我选它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它对苹果系统有着极佳的兼容性。K3 Max 呢是75配列的矮轴机械键盘，颜色有黑白两种，轴体有红、青、茶3种可选，我选的是白色的红轴。这把键盘整体的外框采用了阳极氧化铝，键帽呢也是采用了不打油的 PBT， 粘膜无线 2.4G 提供1000赫兹的回报率，而内部也填充了乳胶泡棉、走下垫等来提升敲击质感，各方面都做得很细，品质很高。鼠标我也选择的是可创的 M6， 其实我本来是想选罗技的 MX Master 3S 的，但是在我研究一番之后呢，我觉得可创的 M6 可能会更适合我。它对 Mac 系统支持的程度也很高，和罗技的 Master 3S 属于同一类的鼠标，有着相同的人体工程学设计，同样的大拇指托盘设计和同样的侧边滚轮。此外呢，可创 M6 比 Master 3S 还多了 2.4G 无线连接，我这个基础款能够提供1000赫兹的回报率，另外还有一款更高阶的 4K 赫兹版本。另外 2.4G 的接收器它也给了2个，一个 A 口，一个 C 口，这对于只有 C 口的 M4 Mac Mini 来说简直不要太贴心。当然了，它其他的配置也很顶，比如3395的传感器、环络的微动、800毫安的大电池和78克的重量，所以它是一个游戏办公都能兼得的鼠标。扩容方案我选的是外接硬盘盒，主要是怕影响质保，先用这个方案用着，后面等过保之后根据实际情况再换颗粒也不迟。我选的硬盘盒是 ITGZ 的 JHL4770 芯片的版本，理论速度能够达到40Gbps。我给它搭配的是三星990 Pro 1TB 的固态硬盘，速度还可以，日常使用完全没有问题。好了，以上这些都是我现在目前所用的外设，这些分享呢不知道有没有帮到大家。如果有什么想问的，或者有更好的推荐，也可以在评论区一起讨论。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外设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的话，记得点赞关注我的频道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我是殷晓峰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